我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7年，没想到老家拆迁，300万拆迁款，她1分都不给我，全给了小叔子。我冷笑，合着7年任劳任怨的付出，都捂不热一颗石头心。这老婆子谁爱伺候谁伺候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早晨4点半我就起床了，出门买菜，准备摆摊的食材，女儿的早饭和婆婆1天的食物，叫婆婆起床，给她擦身，然后出摊，一环扣一环。这是我7年摸索出来的最紧凑的时间安排。菜市场里摊贩是早早就出摊了，但此时买菜的人并不多。这个时候早都是开门生意，菜又新鲜，老板为了开张也会给个优惠价，最是划算。老板，这20斤茄子我都要了，多年的老主顾了，我带财运的，你们都知道，我让谁开张谁一天好生意。我正对着一堆茄子讨价还价，哟，老张家媳妇还是这么能干又精打细算呀。突然一个人从身后拍了拍我肩膀，我回过头一看，居然是婆婆老房子那边的邻居李婶子。在这里看到她，我略有点诧异，李婶子，你咋跑这菜市场买菜来了？搬家了可不是吗？老房子拆迁。李婶子显然很高兴，冲我眨了眨眼，然后偷偷比了3个手指头，赔了这个数，我们就在这个新小区买了套房。拆迁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李婶子就住我们同一层楼，门对门，那意思是婆婆的房子也拆迁了，李婶子已经买了房了，那意思是拆迁款已经到手了。而婆婆每天和我们在一起，却半个字也没有提过。听说你还在天天摆摊，要我说呀，你这一天天的也别过这么苦了。李婶子还在拉着我说道，你男人都去7年了，你还天天伺候你那瘫痪的婆婆，把屎把尿也没见你说一声苦。你看哪个40出头的女人跟你似的，白头发都爬满了。幸亏也算苦尽甘来了。听说你们家赔了300万，你家妮子读书的钱不就有了，供她读到博士都没问题，你也可以。李婶子还在絮絮叨叨，我耳朵里却只听到了300万，婆婆一个字都没说。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女儿和婆婆已经起床了。女儿站在阳台背单词，婆婆半躺在床上捉着针线，在给女儿新买的裤子卷裤脚。想到女儿马上要中考，我攥紧了拳头，松开，深呼吸，转身进了厨房，端出早饭，换女儿吃了，又把她送出门。才端上8宝粥，拿了鸡蛋馒头，向婆婆床前走去。小薇呀，你看，我把妮妮的裤脚卷好了。见我走近，婆婆仰起脸，露出慈祥的笑，随即又掏出手机向我表功。我在网上给妮妮买了新头绳，是她喜欢的绒绒花。看着眼前这个满脸褶子的老人，我真的很难相信他会隐瞒我这么大的事情。毕竟自从老公7年前患病去世后，因为小叔子才毕业，一直是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媳妇在照顾瘫痪的他。这些年，他虽躺在床上，但也一直做些比如缝补之类力所能及的家务。在妮妮教会他上网后，也经常会给妮妮在网上买些头绳、铅笔、橡皮之类的小物件，天天嘴里念叨着感激我。妮妮是他的嫡亲孙女，但今天的事又作何解释？妈，听说老房子拆迁了，暗自伤神，精神内耗不是我的性格。端碗给婆婆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问出了口。婆婆下意识地反问，你打听我们
看着我明显不悦的神情，又生了几分心虚。接碗的时候，手微微抖了一下，神情不自然地错过我的凝视，讷讷说道：“是赔了点钱，你也知道老房子不值钱，就赔了30万。你弟媳妇前一阵不是生孩子，花销大，我就把钱给她了。”说完，婆婆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心底火气腾的一下就窜上来了。我是什么很傻的人吗？到这个时候都还不跟我说实话。随即一个抬手就将婆婆手上的碗掀翻了，稀饭洒了满床，鸡蛋馒头滚到地上，咕噜咕噜滚了好几圈，落到了桌子旁的角落里。小薇，你疯了！婆婆显然是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火，她诧异的大吼。毕竟嫁进他们家17年，我都是能干利索又肯吃亏的。可她大约不知道，这是因为她儿子在世时对我足够好，而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性子足够好。我为何不伺候自己的妈，来伺候她？在那个我逃离的原生家庭里，我可是靠发疯才争取到了活到16岁离家的机会。婆婆，我声音更大，直接挑明，老房子拆迁赔了300万，你为什么现在还不对我说实话？婆婆愣了一秒，随即不甘示弱起来，说什么？你是我的谁？我在网上学了法的，老大死了，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有老二才是我的法定那个继承人。我们家老房子拆迁为什么要跟你一个外人说？怎么说了还要给你分一份吗？我是你的谁？原来这就是被刺的感觉。你8心8肝对别人好，临了居然是个外人，我真的被气笑了。常年劳作的身体本就比一般女人力气大，我一把提起婆婆的衣领，拉小鸡一样把人拉到跟前，睚眦欲裂地瞪着她。好，老婆子显然是被我的样子吓住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给你讲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你要是进去，妮可就没钱读书了。她成绩那么好，她哆哆嗦嗦地提醒我，生怕我一把扭断她的脖子。妮，你还有脸讲妮？就算我跟你没关系，妮总归是你的嫡亲孙女，你都不想着给她留一份。听到提到妮，我更加不忿。妮一个女娃，哪还能分家里的钱？老二现在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了，老二媳妇又生了个儿子，这钱自然是要留给老二的。老婆子理所当然地说，好似之前那些搂着妮喊乖孙喊嫡亲孙女的人不是她一样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人气到一定程度，真的是说不出什么狠话来。若不是还留存了几分理智，我真想给这老登呼2巴掌。我松开老婆子衣领，让她跌坐回床上，手插在腰上。好，感情我伺候你7年，也捂不热一颗石头心。我贴心巴肝，把你当亲妈伺候。你有什么好的，都念着给奶奶一份。到你这居然一句外人就把我们打发了。我冷哼出声，外人？你大约不知我孙威眼里的外人是什么样。说完，我拨通了电话，不多会，2个壮汉一前一后进了屋，直朝老太婆躺着的床上走去。你要干什么？老太婆显然怕了，瑟缩着往床角靠，偏只得上半身能动，下半身沉沉地拖在床上，急得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我冷笑着一步一步靠近，狰狞了一张脸。怕了？我当然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我只是把老太婆连人带床抬到了小叔子门口，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开门，目光扫到两边邻居都有摄像头，老太婆手机也捏在手上，索性直接把老太婆丢门口，扬长而去。我走后，又悄悄返回楼梯间，眼见老太婆给小叔子打了电话，才放心的出摊去了。说实话，
不气是不可能。我自小爹不疼娘不爱，天生性子倔强，会争会抢，也才面黄肌瘦的活到16岁，逃离了那个家。遇到老公张衡，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温暖。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我倔强又脆弱的内心，还会全心全意地把我当小孩一般宠溺照顾。我俩结婚的10年，真是我人生中被治愈的10年。所以在张衡去世后，念及小叔子才毕业，我一人承担起照顾瘫痪婆婆的重任。为了兼顾照顾婆婆和女儿，我不得不辞去了工作，凭着一手做饭的好手艺，支起了面摊，撑起这个家。日子再苦再累，我总归是觉得女儿刻苦成绩好，婆婆也体贴，从未拿我当外人，日子还是有盼头的。还琢磨着存够女儿读大学的钱，就去租个铺子，也免得一天到晚推着摊子东奔西走的。罢了罢了，就当我孙威一颗真心喂了狗。7年不离不弃的照顾，也算是全了我和张衡的夫妻情谊。我这个人，说小气的时候发疯不让人，说大气也能在最窄处宽慰自己，总归不内耗。本以为我吃了这么大亏都不吱声，这事也就算接过去了。没想到下午下班的时候，我正煮面炒面，忙得不可开交，电话却像催命符一般，一个接一个响了起来。嫂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把妈丢我们家门口？好不容易把最后一碗面做好端给客人，接起电话，就听到对面小叔子生气的声音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他这一整天没吃没喝的，你想把他饿死吗？一整天没吃没喝。我捕捉到这个信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是看着老太婆给小叔子打了电话才真正离开的。我反问，你妈早晨给你打电话你没回来？我哪有时间？我不得上班吗？小叔子直接反驳，继续吼我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她是你婆婆，你说不管就不管了吗？要是我哥还在，他会同意吗？你赶紧过来把妈接走，妈没人照顾不行。那你是妈，不是我妈。我冷冷一笑，再说怎么能叫没人照顾呢？不是还有你这个张家唯一的男丁吗？所有钱都给了你，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他不会把你忘了吧？我已经伺候他整整7年了，即便没有那笔拆迁款，现在也该轮到你照顾了。你是老大，就应该有个老大的样，你干嘛那么斤斤计较的？再说了，我是我妈唯一的儿子了，钱不给我还能给谁？我妈一大把年纪了，又卧床不起，你就不能让她开开心心多活几年吗？小叔子继续输出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你妈，你都不孝顺，凭什么让我孝顺？我真的气笑了，真是无耻他妈给无耻开门，无耻到家了。小叔子是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的？小叔子打断我的话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好好的呀，直到有了这笔拆迁款，你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做了，那也是我妈要给我的，有本事你找她说去啊，做，你倒是做来试试。7年了，我整整照顾了她7年了，到最后没落下好，钱没给我1分，反倒说我图他的钱。你不是他儿子吗？你不是得了他的钱吗？你就不能管他吗？我今天把话撂这了，我是肯定不管了。我真想把摊上的滚水泼到小叔子脸上，估计是看到我动真格的了。小叔子连忙放缓了语气，嫂子，我刚才忒着急了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你看一家人也不说两家话，我这媳妇刚生了2胎，照顾大的小的，确实忙不过来。你先把妈接回去照顾着行不行？我心底冷哼，只说接回去照顾，也没个照顾的准天儿，这是准备无限制的拖延下去。胡鬼呢？我淡淡一句，想把他送回来也行，
那拆迁款必须分妮妮一半。一听这话，小叔子瞬间就炸了。亏你说得出口，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，才照顾我妈这几天，就想跟我分家产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我们家现在唯一的男丁，说到哪里这钱都得给我，伺候我妈几年就想分家产，你不嫌丢人？我一听这话，心是彻底死了。还记得我跟老公才结婚的时候，小叔子还小，跟在我屁股后头嫂子嫂子的叫着，考试得了第一，老师奖励2颗糖，也留给我1颗。我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我直接掐断了电话。小叔子一遍又一遍地打来，我索性拉黑了他婆婆和弟媳妇的电话，才终于获得一刻安静。此时已经过了饭店，摊位上顾客陆陆续续离开，只留下满桌满地的杯盘狼藉。我拿起抹布，勾着身子一桌一桌的清理，眼泪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，越掉越凶。我抬手去抹，却怎么也抹不干净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好像气顺了些，才抽抽搭搭的起身，加快了收拾打扫的动作。晚8点的宵夜时间要开启了，你看，无论你有多委屈，你都不得不继续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日子就这样继续着，间接也听说，因为弟媳妇不允许，小叔子就给老太婆在老破小里租了个单间，有一顿没一顿的管着，经常能听到老太太的饿的呻吟声。由于不用照顾婆婆，妮妮读初中只有晚上才需要回来，我就不用时不时的回家看顾老人，时间就固定了很多。每天摆摊虽然也能挣些钱，但实在太累了些，我就寻摸着找个班上。刚好本地最大的酒楼看上了我煮面的手艺，给的价格还不错。我准备忙过这个季度就上班去。这样一琢磨，日子也算是在慢慢变好，心底的难过到底是慢慢淡了些。哪知一个电话打破了这样的宁静。妮妮妈妈，妮妮在学校出事了。电话那头，孩子班主任焦急的声音传来。我顾不得许多，向临近摊位的摊友交代了2句，急匆匆地赶往学校。见到妮妮是在班主任办公室，她一张粉嫩的小脸此刻生了好几道红痕，有一道还隐隐有些血迹。原本扎成一个的马尾，此刻也是七零八落，头顶乱糟糟，显然是被扯过头发。而站在她对面的女孩子似乎也没讨到好，微微肿起的脸蛋显示她肯定遭过一巴掌，头发也是乱糟糟，连衣襟处的扣子也被扯掉了几颗。我前脚刚到，对面孩子的妈妈后脚也进了办公室，一问情况才知道和妮妮打架的孩子叫王毅，事情也不算大，不过是王毅不知从哪里听说我遗弃老人，然后绘声绘色地编排给班里其他孩子听，刚巧被妮妮听到了。他为了维护我出声反驳，王毅也不甘示弱，2个人自然也就打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王毅妈妈抬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息事宁人地说道：算了算了，我看了下孩子都是轻伤，我回去敷敷就好了。这都初3了，咱也别闹大了，以后孩子们不好相处。现在课业紧，别耽误了孩子，让妮妮给我们王毅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听苦主都这样说了，老师自然是乐开了花，也连忙和稀泥地说：那就好那就好。我就说我们的家长都是讲理，既然这样，妮妮你过来给王毅道个歉，再回家处理好伤口，明天就正正常常上课，大家以后还是好朋友。我下意识地想反驳，哪知妮妮更是快人一步：我没错，我凭什么道歉？编排人的是王毅，
我不过是维护自己的妈妈，我哪里错了？你还有理了？怎么，事情自己做的，别人说不得？不过说点事实，你就要打要杀的？你这孩子戾气怎么这么重？听到这里，对面妈妈不干了，护着自己的孩子，指着妮妮就骂。我上前一步，把妮妮拉到身后，语气平静地解释：王姨妈妈，我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听来这些话，说我遗弃老人的，但事实确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胡说乱说就是造谣，那妮妮生气也不算是错的。王姨妈妈不服气，笃定地回我：胡说？怎么能是胡说？我可是听崔云亲口说的，自己做的别人就说不得，别又当又立。崔云，那不是我弟媳妇吗？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炸开，我想我大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见两个妈妈吵起来了，老师自然是要上来拉架的，只不过见王姨妈妈那么笃定，穿着又整洁得体，不像我粗布麻衣，系一条围裙就来了。若不是看在妮妮成绩好的份上，老师们估计更不待见我。妮妮妈妈，你们别闹，如今初三了，一切以孩子的学习为重。既然王姨妈妈都不计较了，你们就……老师未尽之意很明显，让我们借驴下坡。可是刚和妮妮询问事情经过的时候，听到王毅已经在班里大规模的传播我遗弃老人不孝顺的事情。很多同学看妮妮都戴了有色眼镜，还会经常窃窃私语地说妮妮的虽然成绩好吗，人品肯定不行之类的话。若我此刻不把事情说情况，妮妮以后在班里又该怎么自处呢？思及此，我开口：王姨妈妈，实不相瞒，崔云是我弟媳妇。听到我承认了，王姨妈妈显然是生了几分得意。我话锋一转，但是遗弃老人的却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见王姨妈妈想要说什么，我连忙堵住她的嘴。我知道你是不肯信，不如这样，我们让崔云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我知道崔云出月子了，还在休假，再加上我听邻居说过他们来找过我，但因为我早出晚归，摆摊也没固定地点，也就作罢了。果然接了王毅的电话，崔云很快来了。刚踏进办公室门，他就直接指着我鼻子就开骂：孙薇，你个丧良心的，自己婆婆都不管，要甩给我。你知不知道我才给你们老张家添了孙子，还在坐月子，你是怎么一副黑心肝，非要这个时候把个瘫痪老人推给我？我月子也没做好，落下一身病，老师们侧目看我，婆婆一天吃几顿？我突然开口，所有人都愣住，不知我问这个做什么。我继续说，每顿饭量如何？几天擦一次身？多久翻动一次？他左腿和右腿哪个萎缩的厉害？为什么？一连串的提问，崔云自然一个也答不上来。我来说，婆婆一天要吃4顿，因为常年不运动，每顿只吃得下拳头大小的食物，怕婆婆饿着，我让她少食多餐，每天固定4顿，不定时加餐。每天我要给她擦身一次，每5天洗澡一次。每天早间我给她翻身捏腿，晚上睡前妮妮给她翻身捏腿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有扁平足，右脚一直都比较瘦弱，所谓萎缩的快些。到婆婆送去你们家之前，瘫痪7年的她一点褥疮也没长。我一口气说完，一点一滴的细节，非亲身照顾不能明了。瞬间让在场的人转移了目光，看向崔云。我老公7年前病逝，照理说，我一个媳妇并没有照顾婆婆的义务，是小叔子跪着求我，说他才毕业，还在找工作，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婆婆，还承诺等她缓过来就把婆婆接过去。我这一照顾就是7年，中途别说接人，你管着账。
小叔子应是1分钱都没往婆婆这处拿过吧？怎么，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还要被编排？这世界是黑白不分了吗？你们随便问问我们那些多年的老邻居，谁不赞一声我好贤良？此话一落，办公室的老师们，包括王姨妈妈，都对我露出了赞许的目光。王姨妈妈还横了崔云一眼，应是怨怪她把自己拉到这趟浑水里来。崔云无话可说，最终只能丧丧地走了。在老师主持公道下，王毅为传谣的事情向妮妮道了歉，妮妮也为打人向王毅道了歉。2个孩子重归于好，回到家，眼见也瞒不住，未免以后妮妮再受这种无妄之灾，又无法辩驳。我便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一点一滴详细的同妮妮讲来。妮妮听完后没出声，许久才扬起小脑袋靠近我，轻轻地拢住我，小手在我背心轻轻地拍。妈妈，你受委屈了，不怕，妮妮会帮你报仇的。听到这孩子气的话，我轻笑着宽慰他，傻孩子，你好好学习就是给妈妈争气了，咱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但我心底却升腾起一根刺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第2天我就换了摆摊的地方，摸到弟媳单位附近支了个面摊。他们小单位待遇一般，崔云出了月子就上班了，因为味道好，很快熟客多了起来。多年的摆摊生涯让我很快就能和客人们熟识起来。不过3言2语的攀谈，把小叔子一家不管老人的事宣扬的人尽皆知。崔云到我的摊子上闹，他那小身板小嗓门怎么闹得过我？再说我说的事情都是有理有据，怕个谁闹？几次3番后，反而更加坐实了他们一家不孝的事实。好几次崔云路过我的摊位都掩面快速地通过，而在他身后人们的指指点点却才刚刚开始。眼看时机合适了，打听到老太婆的落脚点，我便3五不时地提点糕点去看望老太婆。妮妮听说我要去，便非要央着我带她去。那是一个老房子1楼的单间，应该是3室1厅的户型。为了出租，被隔了大约有5间房子。一进门，一股潮湿阴暗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推开小单间，尿臊气夹杂着湿润的空气，劈头盖脸地袭向我们的鼻尖。妮妮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随即扬起笑脸：“奶奶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在伯伯这里过得好吗？”见到老太婆，妮妮好似毫无芥蒂一样飞一般地扑过去，哪知她这一撞，直接让明显清瘦了许多的老人疼得弓起了身子。哎呦哎呦！老太婆捂住腰间，一张本就皱巴巴的老脸，此刻更是皱得跟一张揉烂了的纸一样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妮妮关心地问，顺手撩开老太婆的腰间，一排红红的疱疹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她的腰间，又红又肿。妮妮心疼的想要轻轻触碰这些疱疹，被我赶紧拉开了。蛇缠腰，妈，你怎么染了这病？蛇缠腰俗称带状疱疹，一般多发于抵抗力弱的中老年妇女，有一定的传染性。老太婆虽然瘫痪7年，但在我的照顾下，一直好吃好喝的，还每天按摩。别说蛇缠腰，就是一般的小感冒都少得很。不过也是意料之中，小叔子那德性怎么会好好照顾他？也是该他受着。老太婆张了张嘴，没说出一句话来，等了半晌才讷讷的嘴硬。我听老二说，我们这种老年妇女很多都要得这种病，不用管，过了7天就自己好了。听了这话，我心底讪笑，这事还要守着呢。带状疱疹确实是会自愈，但过程痛苦不说，还有很大几率留下后遗症。得，看你撑到几时。
我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，也绝口不提接老太婆回去的话。妮妮也趁机说起学习上的趣闻，一时倒逗的老太婆忘了忧愁，然后时不时地去探望老太太，带去些小叔子一家的美好生活的消息。比如小叔子把他媳妇的爸妈接过来一起住了，天天抱着小乖孙满小区的溜达。比如小叔子升了职，1个月领1万多了。又比如为了奖励弟媳妇生孩子，给他买了个1万多的包。讲这些的时候，我都是闲谈间不经意地提起几句话，点到即止。看到老太婆受伤愤恨的眼神，我心底暗爽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去的多了，左邻右舍也跟我熟识了。攀谈间，小叔子如此养老的消息不胫而走。没多久，社区居委会就敲响了小叔子家的门，几次三番。小叔子也是要脸的，迫于舆论，他们不得不将老太太接回了家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何况前后这么大的反差。没过多久，小叔子家邻居，我的眼线也是老主顾刘姐，就传来了小叔子2口子经常半夜吵架摔盘子的声响。过一阵，就能听见老太太痛呼的声音。在最后一次弟媳妇那句要老娘还是要老婆的威胁声中，老太太终于被送了到了养老院。1个月1200块的养老院，还没老太太的养老金高。再次看到老太太，是她在养老院住了2个月后，骨瘦嶙峋的她浑身长满了褥疮，2只枯枝一样的手遥遥向我伸来，看到我像是看到了唯一的光。小薇，小薇，接我出去吧，这里真不是人住的。呜呜，老太婆见到我就开始哭，屎臭、尿臭混合着汗臭的老年味扑面而来，一头花白的头发应该是很久没有清洗梳理了，打结黏腻地挂在头上。我拿过梳子慢慢地清理她打结的头发。妈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上着班，摊子也打出去了，酒楼那边3班倒，在家的时候都不固定的，领着人家的钱，哪能像之前那么随意呢？老太婆大约是敏感地察觉到什么，也就不再说话了。至此，我时不时带着礼物去看望老太太，每去一次，老太太都能被善待几天，因此她期待看到我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，甚至主动打电话说想念我和妮妮。妮妮每次也是在电话里说想念奶奶，甚至每次去都带上奶奶给买的头绳。老太婆每次看着妮妮都要抹半天眼泪，期期爱爱，好几次都想要说点什么，最终又什么都没说。我一般去1次还2次，要让她更加明白我们的珍贵。转折发生在老太婆的1次感冒，本来只是1次小小的感冒，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渐渐拖成了高烧不断。听到消息赶到养老院的时候，老太太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怎么不送医院呢？我问。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撇了撇嘴，问了他儿子，说是丁大的毛病，犯不上，都烧了几天了，也不管。我诧异，不管。老太太熬不住，自己借了手机给他儿子打电话，打了3次都摁掉了，最后接通了，说了句屁大点事，要死要活的，说他老作精，就把电话挂了。工作人员见惯了这种事情，仍然免不了唏嘘，到底是不能见死不救。我买了药喂给老太婆，她已经吃不进去了，我就碾碎了掺在水里灌到她嘴里。这些年我照顾人也是顺手的，如此细心料理了3天，老太婆的烧就慢慢退了下去。不得不说，这老太婆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。到后头每次去，老太太都要估摸点东西给妮妮，有时候是她手上的银镯子，
有时候是他的金戒指，给我妮妮当嫁妆。他带着讨好的笑容看我，我来者不拒，却绝口不提带他回家的话。终于，他提出将拆迁款分一半给妮妮，只求我们能回到从前。我却笑了笑，妈，我们不用，我挣的都是妮妮的，我爱她，就像阿恒爱我们一样，倾尽所有，不计得失。一家人是不必计较许多的。老太婆眼底的光到底是湮灭了。突然，她无声地哭起来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眼泪却如泉涌一般。她也呆呆不去擦拭，不多时便湿了衣襟。再次听到老太太的讯息是她的死讯，她把脑袋吊在床架上，身子死死地往下磕，就这么咽气了。因为我经常去探望老太太，养老院居然先通知了我。等赶到的时候，院长交给了我一份公证遗嘱。我打开一看，拆迁款尽数遗赠送给妮妮。原来老太婆确实给了小叔子30万，那是他这些年偷偷攒的钱。那拆迁款，他虽说打定主意留给小叔子，却不知为何还一直留在征补办的账上，还没去领取。而小叔子那头以为熬死老太婆，自然这笔拆迁款就是他的了，是故才能有恃无恐地虐待他。却没想到老太婆天天躺床上刷视频，多少竟然还学了点法，居然临死前摆了他一道。小叔子大闹，甚至将我们告上了法院。奈何铁证如山，判决很快下来，拆迁办按照判决直接将款打到了作为妮妮监护人的我的账户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